欢迎来到 Miki 频道，台南自台湾面线频道。今天想介绍是在台中的富海海鲜面线烤肉蛋吐司，它是一个早午餐店的概念哦。那它有一个招牌超豪华面线可是我没点这个啦，太奢华了。我在这边点了我最想吃的大肠面线。它在网络上网友也是给它满满的赞美哦，就有兴趣的精英们自行爬问一下咯。我一进店里，小小的空间非常整洁，那环境也感觉不错。那我去端回来的这碗面呢，有着漂亮的视觉，品尝一下味道，感觉到大骨汤头的感觉。那味道偏淡，是中等勾芡。它里面还有木耳、蒜蓉片，那旁边还可以自行调味。这边超赞的，它有辣菜脯，还有蒜泥。那它大肠头的部分呢，卤制到入味，带有一些中药的香气。那咸度也是偏低，果然适合当早餐啊。那整体吃起来觉得非常舒服，也很合我的胃口。我觉得是一个相当有水准的店家。下面又进入了杂谈的时间。今天想介绍是一本书，叫做《原子习惯》。这个是在那个书店已经是榜上有名了，蝉联几周的那个前几名的那个书啦。也蛮多人知道这本的。我一开始看到这本书就觉得它好像从各种学说的案例整理出来的一本书。它里面提到很多东西，我都在别的地方有看。原创性我就觉得好像中等不过是因为咀嚼过啦，所以读者就容易吸收。不过看到后，我发现它比台湾那些真正毫无自己观点的整理书籍来得好太多了。就看完就觉得非常完整，它面面俱到。接下来我是想要聊一下我对这本书的心得啦。下面有很多想说的。首先他有提到不要管目标就去打造一个能够成功的系统。系统会让你推动你前进嘛，我们必须要去跨越所谓的失望之谷。它是有一个所谓潜伏力的曲线哦。那如果你一直持续下去藉由你的系统，那终究它会突破，展现出它的一个价值。就像你去健身，你不可能马上就变成很壮吧？那你一定是要练到一个程度之后才会有所显现。那书里面也提到身份认同的重要性还是说这种认同会塑造你的一切，就是你会认为自己就是怎样的人，那动机会让你开启，那身份认同呢就让你维持，这就是会比你逼着自己去做某些事情来个更有驱动力。那书中有提到所谓的食品科学哦，这个就是为了打造最有吸引力产品的一种科学。像是薯条，它就是说薯条就是经典案例它就是外面有酥脆的外皮，细致柔滑的内部，让你的奖励系统疯狂，真的是这样子因为它口感有脆有嫩就可以鼓励进食就是一种感官的刺激就是有一个专门团队在打造这所谓的产品极乐点哦。极乐点就是让你觉得是哇一口接一口吃的不亦乐乎的东西。那还有人类最受不了的超常刺激。什么叫超常刺激？就是把特色夸大，让你的本能抓狂。原始的大脑就容易被吸引嘛，就一种引诱啦。这种东西呢，就算这种东西其实已经放到现代，已经对自己身体不再有益，反而是有害的。像是糖盐油这些都是远古人类最需要的元素嘛。可是这是现代人最容易取得，也是最不需要的。那当然，也是胃病的我应该避免的东西。还有像辛辣还有酒精对身体不好的东西，我其实还蛮喜欢。可是我觉得有时候人还是很难去抗拒你基因里面的原始渴望啦。然后假如我们被这些事情刺激了之后，去反复去做，来取得快感的话，最后慢慢的就变成习惯了，可怕吧？就是恶性循环了。那人类大脑其实有一种奖励连结的机制嘛。那书里面有提到，我们可以考虑看看，所谓的诱惑捆绑，就是你把高可能的行为去捆绑低可能的行为。就像是有一个胖子去踩飞轮才能看影集这样子。我觉得他还是有盲点啦，因为说不定那个胖子干脆想说我不看影集了，因为我不想踩飞轮。那反之亦然啦，反正你就是要尽量增加坏习惯的阻力，然后创造好习惯的助力。像是你把闹钟放很远你就可以比较确实的起床。那否则他就在那边吵嘛。那或者是你把运动服放在随手可得的地方，你就穿上了，那就可以进一步去运动。那书里面有提到2分钟法则，就是把你想做的事情去简化，最容易起头这样子。
就刚才讲的，想运动，你就是从容易的提示里面去拿到运动服，换好运动服，穿好运动鞋，那再来要出门跑步就比较容易了吧？你都已经着装完毕，那跑也不用真的那么困难啦，你就跑个5分钟就好，就很容易达成嘛。那你就从这边去建立信心，然后再慢慢去加强，可能你之后就跑个10分钟之类的。那如果你想写作呢，也可以，就比如说写个2分钟就好。那你想做任何的事情呢，都是把那个事情做一个最容易起头的一个简易版啊。因为他说人脑喜欢立即的奖励啊，从小事情获得成就感。对啊，就是这样子啊，你就是要让自己建立信心，那才有办法继续做下去。那反过来说呢，人脑呢也会掩盖那个迟来的后果啊，就是那些恶果。比如说你抽烟不会马上得肺癌，那或者是你一直暴食，你也不会瞬间就变胖。所以我觉得这本书里面最受用的是一个所谓的好习惯的同捆概念，就是有因果关系啦，让你可以轻易的开启你的提示，然后同捆起来。比如举例来说啦，最近有在做的事情就是磨豆浆我最近买那个果汁机然后自己打黄豆，打豆浆出来。那我喝了豆浆之后呢，就会去健身。要不然的话，我就觉得说好像白喝了，就我的辛苦就不想白费嘛，所以我就把这个整个同捆起来，去成为我一个练身体的好习惯的一个组合包。在书中有提到习惯追踪，就是在考虑可视化的进度啦，就是怎么讲，就是你在有余裕的情况下呢，你可以想办法去追踪自己的成效，像是建立一个表格或是弄一个有数字的账户在里面丢点钱或者是记录一下你的次数就是人类都会喜欢看到自己的成就啦。我看到这就会想到之前有一个在讲那个游戏让人成瘾的一些小技巧，小就是里面让你累积的东西，还有各种惊喜新鲜的事物。有兴趣的人就可以去看一下 TED Talk，他讲超好的，我有点忘记是哪一部了。这跟电玩有关系就是告诉我们说为什么我会喜欢线上游戏什么的，就跟真实人生有所连结。那话说来，这本书书里面有一句话很赞，我蛮喜欢的。他说滚水让马铃薯变软，让鸡蛋变硬。你无法决定自己是马铃薯或是鸡蛋，但是你可以决定要比软还是比硬。哇，这句话深得我心就是我们人就是要找到自己的战场我知道很多人都讨厌鸡汤了，不过这本书这部分让我读起来最有感。就你不一定要马上知道自己的基因跟强项在哪边因为这种东西有时候还是得付出努力才能够知道极限。就有时候你的极限可能比别人还要更高也不知道。所以说你一直去坚持下去之后，你可能会变得蛮有成就的。所以作者是说不要把别人的成功全部都归咎在运气里面。当然我一直都认为运气还是占人生成败很大的比例啦，至少在很多事情上是这样子。不过我也承认跟认同，在某些事情某些方面上面努力也是非常重要，去主导成败的关键。那作者还有提到专业人士可以对抗无聊去坚持下去，那业余人士呢，就是看心情做事，那会臣服于生活的干扰。那确实如此这边让我学习到的就是所以重点就是看你能不能在你在意的事情上面继续努力坚持下去。这样就是可以知道说你是专业人士还是业余人士。作者也提到环境是造成习惯的一个重大的原因所以呢，就我们呢，如果想要创造一个好的习惯其实环境是非常重要的。虽然我们辛辛苦苦的去建立这样的一个好的习惯但是习惯你还是必须要去了解，看看有没有被时代淘汰因为有些旧的东西放到新时代已经不适用了。书里面是说，习惯必须与时俱进，反省自己的核心价值，要有自我察觉，就是主要就是为了要让你避免僵化啦，因为僵化的话有可能会造成你的一个失败。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这本书感觉真的是面面俱到它就很多地方它都有办法。